为什么说谷雨节是为了祭祀仓颉呢？其实呢，谷雨节是这个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那什么叫谷雨呢？就是生谷之雨。那其实谷雨的谷的本来是这个谷，那也就是有一个禾和一个壳组成的。那为什么是这个字呢？其实呢，比如说这个稻啊、粟啊、稷啊以及麦这种带壳的谷物呢，都是谷物嘛。正是这个时候呢，这个降雨逐渐的增多，所以有了谷雨节。大家都知道这个仓颉造字嘛，那在这个仓颉造字成功以后呢，上天就感应到了，那就其实这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个事儿嘛。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上古传说当中呢，多多少少都会牵扯起鬼啊、神啊这种元素在里边，所以有这个天雨粟、鬼夜哭这样一个说法。那其实有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说法，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远古时期吧，一个部落或者说一个族群的一个兴旺发达，是由这个部落或者这个族群的人口决定的。那决定这个人口的多少呢，其实是由这个粮食决定的。所以说，这个粮食对于远古时期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人们会通过各种仪式来祭祀神啊、鬼啊这种，祈求得到一个粮食的丰收，保证他们这个族群的人的一个粮食供给，从而决定了这个部落或者这个族群的一个发展。刚才说的这些呢，是没有文字记录的时候，人们种植庄稼丰不丰收呢，这个全看运气。那在他们的这个意识里边呢，可能就是一些鬼神的作用吧。那后来呢，有了这个仓颉造字以后呢，这个人们呢就把这个成熟的这个种植技术通过文字的方式流传了下来，传播开了。那么以后的每一年呢，这个粮食的产量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且比起之前的那种靠天吃饭的那种完全凭运气的这种种植方式呢，产量有了极大的提高。随着粮食产量的不断增多嘛，那就像天上这个落这个谷子一样非常非常多，粮食产量提高了。那每年的粮食产量稳定以后呢，那人们也就不像以前那样了要去祈求这个鬼神的一个祝福了。那所以呢，就减少了对鬼神的这个祭祀嘛，那鬼神自然也就失忆了嘛。所以有这个天雨粟、鬼夜哭这个说法。谷雨节有哪些习俗呢？相传的是有这个喝谷雨茶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谷雨节这一天呢，早上去采这个茶，把它制成茶叶相传呢，在这一天呢，喝了茶呢，会有这个清火明目辟邪的这种说法另一个呢，就是这个赏牡丹为什么呢？因为谷雨三候就是牡丹花，所以牡丹花呢也叫谷雨花。最后呢，说一下这个谷雨对应的72候花信封。那谷雨1候是这个碧棠，谷雨2候是这个紫云英，谷雨3候是这个牡丹。以上说的这些呢，只是我关于谷雨节知道的一点点的内容如果你知道其他的，可以留言告诉我。那最后呢，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还 OK 的话，请你给我点个赞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好的，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下次见，拜拜。